有些任务看似无趣，却是打开属灵宝箱的钥匙。重复任务的背后，其实藏着神的大惊喜。你打开手机游戏，登录后第一眼看到的，不是炫目的特效，不是世界王副本，不是 PVP 竞技场，而是每日任务：收集10朵花，打5只小怪，清理1次背包，登录5分钟。你翻了个白眼，这什么无聊小事？你才不想浪费时间在这种鸡毛蒜皮的任务上。你要的是快节奏、大挑战、稀有奖励、高光时刻。结果你隔壁的朋友默默把那些小任务完成了，突然游戏跳出一个画面，恭喜你解锁神秘宝箱。你傻笑，等等，我没看到这任务有奖啊。他笑笑说，这就是重复任务的惊喜，你做着做着，宝藏自己出现。你突然开始怀疑，那些你觉得无趣、琐碎、可有可无的任务，会不会其实藏着通往关键奖励的钥匙？美云是一位广告公司的新鲜人，刚上班的第1周，他兴致勃勃地想参与创意提案、拍摄企划，结果主管第一件交给他的工作却是复印资料、整理档案、帮全部门泡咖啡、做客户名单的 Excel 表格。他心里大吼，这跟我的创意有什么关系？但他还是默默做完。没想到1个月后，因为他整理的客户资料特别清楚，主管在临时开会时直接点他名字说，这次提案我要他加入。他莫名其妙就进入了团队核心，还第一次上台提案。事后他才明白，那些无聊琐事其实早已在无形中为他打开了职涯宝箱。原来在看似不起眼的任务背后，藏着你无法预见的未来奖赏。路德记里的路德是圣经中少见的非以色列女性主角，她的人生初期看似毫无高光时刻，丈夫早逝，成为外邦寡妇，跟着婆婆拿俄米回到犹大的贫穷小镇。她做了什么？每天在田里捡麦穗。你没看错，她人生的日常任务就是弯腰捡，再弯腰再捡。但圣经记下来的正是这个看似平凡的举动，因为她的谦卑与勤奋，她被地主波阿斯看见。接下来神的剧本开始展开，她与波阿斯结婚，成为大卫的曾祖母，她的名字被写进耶稣的家谱中。如果你只从外表看，她不过是完成了一个重复又不起眼的任务，但神看的是她在平凡中是否忠心。那个弯腰的动作是神为她打开命运宝箱的钥匙。许多手机游戏里都有一种设计，每日任务连续达成奖励，你今天做给你小奖，你连做7天给你中奖，你连续30天突然解锁大奖加限定角色。如果你中间有1天没做，不好意思，一切归零，从头再来。这种设计听起来很严格，但它有一个真理，持续完成小事，最终会带来你想不到的大事。信仰也一样，你今天早上花5分钟读经，似乎没什么感觉，你忍住怒气不回嘴，只觉得自己很傻。你替同事多收个垃圾，连一句谢谢都没听到。但神在看，他的奖励系统跟游戏不一样，他不是马上给你金币，而是把你生命的容量升级了。你多一次温柔，他就多让你承载他的荣耀；你多一次顺服，他就多向你显明他的旨意；你多一次不放弃，他就多赐你面对风暴的信心。有一位公司的年轻总裁
有天半夜回到公司加班，他惊讶地发现大厅里还有一位老清洁工在拖地，还边哼诗歌。他问：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回家？清洁工笑着说：今天主日，我想明天该清的也清完，让弟兄姐妹来开会，有个整洁环境。总裁沉默了一下，然后问：你这样做有人会注意到吗？老人说：不一定有人注意，但我知道神在看。几个月后，这位老清洁工因着某个偶然的机会成了总裁基金会的顾问。不是因为他学历高，而是因为他的生命让人看见可靠、坚定与信仰的真实。他每天完成的不是地板清洁任务，而是中心成就的属灵宝箱。你可能会问，那神干嘛要绕那么多路？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宝箱？因为神不只想给你奖品，他更想培养你的品格。就像游戏设计师让你打副本前要先完成一连串支线任务，不是为了刁难你，而是为了增强你的装备，熟悉你的技能，调整你的策略，建立你对自己的信心。神也是这样，他让你经历着重复看似无趣的任务，可能是每天的职场坚持，家庭中一次次的包容，教会中的默默摆上，因为他知道那些才是真正能让你准备好打开宝箱的钥匙。结语：当你不懂为什么时，先学会完成。有一种属灵的智慧，不是来自一场感动的布道会，一次震撼的意象，而是在你不觉得有意义的事上仍然忠心完成。耶稣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路加福音16章10节。下次当你面对一个你觉得超无聊的日常任务时，问问自己，这会不会正是神在训练我？这会不会是他设计的一把打开宝藏的钥匙？我能不能选择完成，而不是跳过？在属灵生命中，那些你跳过的，可能正是神早已准备好的惊喜转折。不要因为眼前的平凡，就错过未来的荣耀。忠心完成你现在手上的任务吧，因为宝箱正在不远处等你打开。